你醒来，瞬间世界向你崩塌。闹钟的声音不是邀请，而是一场赛跑的起跑信号。你已经感觉自己正在输掉，甚至在睁开眼睛之前，你的思绪就一片混乱。任务清单，昨天的担忧，对今天未知的焦虑。你坐在床上，第一本能是拿起手机，然后它就在那里，通知、电子邮件、新闻和他人完美策划的生活的轰炸。你的早晨已经开始，但它不属于你。你感到不知所措，被动，好像你总是在防守，总是在追赶时间，但从未真正掌控一切。让我告诉你一些你需要听到的话，你并不孤单。这种感觉不是性格缺陷，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精心设计来窃取我们的注意力，绑架我们的平静，让我们处于永久焦虑状态的时代。你的早晨本该是你定义一天最神圣时刻的圣地，已经被侵犯了，它被其他议程、外部需求和无尽的无用信息流所占据。你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被动者，你就像风中的一片叶子，被一时的情绪和他人的要求推来搡去，甚至在早上9点之前就感到精疲力尽。但如果你能改变这一切呢？如果你不是被入侵，而是可以建立一座堡垒呢？如果你的早晨不是关于被动，而是关于冷静和刻意的准备呢？有一条道路，一种古老而强大的心灵技术，历史上最坚韧的人们用它来驾驭混乱。这个视频不是一个空洞的承诺，它是一本训练手册。今天我将一步一步地指导你，通过5种关键的晨间斯多葛校准。这是你的计划，让你停止成为被动者，并永久地转变为早晨的建筑师，专注、沉稳、不可动摇。解决这种慢性被动性的方法，不在于一个新的生产力应用程序或多一杯咖啡。解决方案是一个心灵操作系统，它在2000多年前被锻造出来，但完美地适应了现代的混乱。我们谈论的是斯多葛主义，但忘掉那些布满灰尘的大理石半身像，把它想象成人类韧性的工程手册。这是构建你内在城堡的终极工具。那座精神堡垒，无论外界的围攻多么猛烈，它都能保持冷静和完整。你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你能够，也必须完全控制这里面的世界。这是你重获个人主权的第一步。让我们明确一点，这不是被动冥想，我们不是来这里清空思绪或漂浮在虚空中。我们要练习的是晨间校准，这是一种刻意的准备行为，是在一天的战斗开始前的战略暂停。这是你作为建筑师分析一天蓝图并准备工具的时刻。这是关于将冥想从被动的事情转变为积极的战斗准备。正如皇帝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所说，他每天早上提醒自己，今天我会遇到爱管闲事、忘恩负义、傲慢的人。他不是在悲观，他是在校准自己，准备好他的心灵，使其不被不可避免的事情所扰乱。这个晨间仪式现在开始，你的第一个掌控行为就是这个承诺。如果你准备好停止被动，开始积极地构建你的一天，你的第一个纪律行动就是声明它，让这成为你的第一道法令。点赞以封印这个契约，订阅这个频道以加入这场内部革命。现在就去评论区写下我掌控我的一天。这不仅仅是给算法的评论，这是对你自己的意向声明，这是你建造堡垒的第一块砖。现在就做。你的第一次校准从这里开始，让我们从感恩的练习开始。但请立即忘记你已经听过的肤浅版本，这不是关于将贫穷浪漫化或假装问题不存在。斯多葛主义不是关于积极思考，它是关于精确的感知。斯多葛式的感恩是一种精神重置，它是一种务实的现实核算练习，强烈关注你所拥有的，而不是你所缺乏的。这是反抗世界强加给你的稀缺心态的第一次反叛行为，那种让你焦虑的醒来，只关注破碎、丢失或缺失的东西的心态。在你的脚接触地面之前，你的心灵必须被锚定。第一步简单而深刻，观察，环顾四周。你头顶有屋顶，你肺里有空气，你有一个身体，尽管有疼痛，但它仍然足以将你带到这一刻。
你可以获取信息，获取这个视频。你有能力思考并选择你的反应。你面前有完整的一天，一个你可以练习美德的战场。这份清单不是诗意的，它是战术性的。这是在投入战争前认识到你的资源的行为。内心的冲突是及时的，你的心灵被训练的不知足，会抗拒。他会说这是愚蠢的，是给弱者的陈词滥调。他会尖叫，但是账单呢？那份压力重重的工作呢？那个背叛了我的人呢？现代心灵沉迷于愤慨和匮乏，他相信通过关注所缺乏的，他正在做准备，但实际上他只是在削弱自己，像个乞丐一样开始新的一天，祈求认可，祈求好运，祈求解脱。他混淆了担忧与准备，并将感恩视为对需要面对的真实问题的天真否定。我们被编程去扫描地平线以寻找威胁，去关注那些可能伤害我们或我们尚未征服的东西。这是一种古老的生存机制，在现代世界，这已成为一个焦虑的陷阱。接受我们所拥有的似乎与进步背道而驰，它看起来像被动。如果我对我所拥有的感到感恩，恐惧的大脑低语道，我就会失去获得更多的动力。这是一个诱人的谎言。事实恰恰相反，你不能在恐惧和匮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帝国。如果你相信自己已经被击败，你就无法赢得一场战争。你的心灵不是一个花园，它是一座堡垒。而这个晨间练习是你作为指挥官的第一个行动，把自己想象成内在城堡的守护者。战略性的感恩是你的弹药清单。明智的指挥官不会醒来就冲到门口，尖叫着可能出现的敌军。不，明智的指挥官在早晨的寂静中，首先去军械库，他清点长矛，他检查城墙，他去谷仓确认有足够的食物来抵御围攻。他不否认外在的威胁，他通过确认他内在拥有的资源来强化自己。把你的焦虑想象成一支围攻你心灵的军队。如果你醒来并立即专注于你所没有的，就好像你打开了大门，对敌人大喊：我们快饿死了，我们没有武器。你甚至在第一支箭射出之前就投降了。战略性的感恩则相反，是你带着钢铁般的冷静站在城墙上，看着外面的混乱，并且知道在里面你拥有最基本的东西。你有你的理性，你有你的纪律，你有你的选择能力，你拥有足够的力量来打今天的仗。你心灵的堡垒需要坚固的城墙，而这些城墙是用对什么是真实和属于你的感知来建造的。你并不拥有明天，你并不拥有他人的看法，你并不拥有你努力的最终结果，但你拥有这一刻，你拥有你深呼吸的能力，你拥有选择有尊严的起床，而不是被恐慌拖下床的权利。专注于你所拥有的，并不是满足于现状，这是认识到已经掌握在你手中的基本力量。这是主权者和奴隶之间的区别。通过练习这种精神重置，你从根本上改变了你对这一天的姿态。你停止了从赤字出发的操作，你不再是忙于修复空虚，相反，你从充足、圆满、掌控的位置开始新的一天。你变得不可动摇，不是因为你期望不会有坏事发生，而是因为你已经确认你拥有内在资源来应对任何发生的事情。你不需要世界给你任何东西来感到完整，你已经是完整的。你从中获得的力量是稳定性。焦虑在对匮乏和脆弱的感知中茁壮成长。战略性的感恩切断了这种焦虑的根源。他说：我足够了，对于今天，我拥有足够的。你成为了内在城堡的守护者，一个不容易被恐惧操纵的个体，因为你的价值不容出售。你的平静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你不再请求世界的许可以感到安全。你被锚定了，从这个力量的位置，并且只有从这里你才能进入下一个校准。你不再是从弱点出发进行防守，你是从力量的位置进行准备。你检视了你的资源，确认了你的军械库。现在你准备好规划战斗，知道无论外面发生什么，里面的堡垒都是安全且补给充足的。你不再是被动者，你是战略家。既然你已经锚定在你的资源上，现在是第二次校准的时候了。
这是区分业余者和专业人士、脆弱者和反脆弱者的实践，这就是恶意的预谋。对恶意的预谋，每天早上你都必须积极地问自己，今天可能会出什么问题？你将在精神上演练这一天不可避免会带来的障碍、困难和摩擦。这不是悲观主义的实践，这是战略现实主义的终极练习。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将军的行为，他不期待一场轻松的战斗，而是为一场艰难的战斗做准备。内心的冲突是强大而及时的，你的心灵会全力抵抗。我们被一种有毒的积极思考文化所制约，它告诉我们，思考问题就是吸引问题。你希望这一天轻松、平静，没有摩擦。你愿意相信，只要你想象成功，一切都会顺利。练习恶意的预谋似乎违反直觉，似乎是消极的，似乎你在邀请灾难进入你的生活。你的大脑寻求舒适，宁愿用完美一天的希望来欺骗自己，让你在现实给你的第一拳面前完全不堪一击。这种被动的希望是一种软弱，它使你脆弱。期待风平浪静的人将是第一个在风暴来临时淹死的人，而风暴总会来临。被动者将他的早晨建立在希望的流沙之上，而早晨的建筑师则建立在准备的基石之上。这种练习无关消极，它关乎韧性工程。设计摩天大楼的建筑师不会祈祷不要发生地震，他设计结构来抵御地震，他加固地基。这个校准正是如此。你正在积极地加固你的心理防线，那么开始工作吧。要具体。你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吗？想象你最难缠的同事试图破坏你的想法，感受那股恼怒的刺痛。现在提前决定你将如何回应，不是用被动的愤怒，而是用冷静、坚定和逻辑。你会遇到交通堵塞吗？想象时钟的指针在移动，焦虑在你的胸中增长，然后想象自己利用这段时间听播客，练习呼吸，接受你无法改变的事情。你会在你最重要的任务上遇到拖延吗？想象那种想逃向手机的欲望，然后想象自己做出决定，保持坐姿，忍受不适并完成工作。这是练习的关键部分。你不仅想象障碍，你还想象你的美德回应。你排练成为你渴望成为的那个人。你训练你的心灵将触发器障碍不与情绪反应联系起来，而是与深思熟虑的有品格的回应联系起来。正如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所说，路上的障碍变成了道路，交通堵塞不再是一场灾难，它是练习耐心的机会。难缠的同事不再是敌人，它是你锻炼节制的陪练。你把毒药变成了良药，把这想象成在你精神堡垒的城墙上部署哨兵。通过演练这一天，你正在准确地告诉每个哨兵要注意什么。如果你看到愤怒军团从东边过来，拉响这个警报，我们将执行冷静机动。如果拖延营试图攀登西墙，我们将激活纪律防御。当真实事件发生时，你的心灵不会恐慌，它不会措手不及。哨兵拉响警报，你的心灵会说：啊，是的，我一直在等你，计划已就位。被动者一整天都措手不及，他对交通堵塞感到震惊，他被粗鲁的电子邮件冒犯，他被每一个小小的不便情绪绑架，他的一天被1000个小伤口摧毁。为什么？因为他期望这一天会很轻松，他的心理防线根本不存在。现代斯多葛者建筑师从不措手不及，他不对人性或生活的摩擦感到震惊，他不仅预料到了，他还为此进行了训练。他可能不喜欢这个障碍，但他已经准备好了。这种练习建立了你的心理防线，它由接受和准备构成。你正在你无法控制的外部事件和你可以控制的你的内部回应之间划清界限。你正在系统地消除震惊和意外的力量。你正在剥夺外部事件扰乱你内心平静的能力。你不再受你一天的摆布，你已经为它做好了准备。你正在把对未知的恐惧转变为一种战略性的熟悉感。你从中获得的力量是平和，这是那种深刻的、不可动摇的冷静。它不是来自没有问题的生活，而是来自对你处理生活将呈现给你的问题的能力的绝对自信。你不再期待世界会仁慈，你正忙于建立一个如此有韧性、
准备如此充分、如此坚固的心灵，以至于无论世界多么用力的推，它都不会破碎。你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切。随着你的心理防线建立和演练完毕，你的堡垒几乎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你知道你拥有什么，也准备好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现在，你准备好进行第3次校准。这个步骤定义了你力量的界限，并将你从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事物的焦虑中解放出来。你准备好划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条线。你已锚定并做好了准备。现在，第3次也许是最具解放性的校准控制的2分法。这是埃比克泰德 Epictetus 的核心实践，是从根源上切断焦虑的武器。这是在你生活的沙滩上划出一条清晰、残酷且不可协商的线的行为。一边，你放上100%在你掌控之下的少数事物；另一边，你放上其他一切。你的任务说起来简单，却是一生掌握的实践。把你所有的精力集中在第1组，并对第2组练习完全的接受。内心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斗争。人类的心灵讨厌这种2分法。我们沉迷于控制的幻觉。你花费99%的精神能量生活在城墙之外。你痴迷于他们对你的看法。你对你无法控制的交通感到愤怒。你对你无法控制的会议结果感到焦虑。你混淆了担忧与影响力。你在某种原始的层面上相信，如果你担心的足够多，受苦足够多，焦虑足够多，你就能以某种方式神奇地改变外部结果。这种幻觉是你所有痛苦的根源，这就是你被动的原因。你把你内心的平静、你的情绪稳定与那些根据定义在你无法触及范围之外的事物捆绑在一起。你就像一只对月亮吠叫的狗，筋疲力尽，沮丧不已，而月亮继续它的轨迹，毫不在意。你脆弱的自我相信世界应该屈服于你的意志，而每当它不这样做时，你都感到被背叛、不公和破碎。这种控制不可控制事物的希望就是你的监狱。让我们回到堡垒的比喻。这个校准是定义你主权领土的行为。把你的心灵想象成你内在城堡中心的王座室。你是主权者。你的城墙内有什么？什么在你的绝对管辖之下？只有3件事：你深思熟虑的选择，你自愿的行动和你的价值判断，仅此而已。这是你的王国，在这里，且仅在这里，你的话就是绝对的法律。那么，城墙外有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其他一切。别人说什么，他们做什么，经济、天气，他们是否喜欢你，你是否会得到提升，你努力的最终结果，甚至你的健康。你只控制你为照顾它而采取的行动，你吃什么，你是否锻炼，但不是最终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外国领土，你在那里没有管辖权。被动者，普通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抛弃了王座室，他拥有100%力量的唯一地方，跑到了城墙顶上。他整天对风大喊大叫，试图指挥敌军他人的意见，并诅咒雨水外部事件。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外国领土上，而他的内在王国，他是国王的唯一地方，却沦为废墟，无人统治，一片混乱。因此，今天早上的练习是一种回归王座的行为。你必须刻意地审视你这一天的担忧。对于每一个担忧，你都必须划清界限。我老板心情不好，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在会议上表现出色且专业，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客户达成交易，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做出最好的推介和最好的跟进，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在做出这种区分时，要毫不留情。想想心灵之舵，你是一艘船的船长，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大海生活，他人你无法控制，你无法控制风，你无法控制浪的高度。被动者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船头，对海洋大喊大叫，祈求它平静下来。斯多葛者，建筑师，忽略海洋，他知道这是徒劳的。他下到舵时，他只专注于他能控制的事物。他紧握舵轮的手，他的行动和他对罗盘的读取，他的原则。你从中获得的力量不是对世界的力量，而是免于世界的自由。这是从数量难以想象的浪费掉的能量中得到的解放。当你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接受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时，你就不再在其上浪费哪怕一焦耳的精神力量。所有那些你以前花在焦虑、无用的愤怒、沮丧、嫉妒和担忧上的能量，它全都回到了你身上，集中而强大。你用所有这些恢复的能量做什么？你像激光一样把它导向唯一重要的地方，你的王国，你的行动，你的纪律，你的品格。你变得异常高效，正是因为你停止了在你没有力量的地方试图变得高效，你停止了与世界进行一场不可能的战争，并开始掌握你唯一能掌握的东西，你自己。这是真正斯多葛式宁静的源泉。你用控制的二分法定义了你的边界，你确切地知道你的王国是什么，你的行动，你的选择，你的判断。你收回了所有你浪费在试图控制不可控制事物上的能量。现在根本的问题是，你将用这些能量做什么？你将如何统治你的王国？这第四次校准就是答案，它是品格的可视化。你必须停下来，以绝对清晰的方式定义。今天你选择成为谁，这无关你将取得什么成就，而在于你将如何战斗。这是你的卓越标准，你这一天的道德罗盘。内心的冲突在于这看起来很虚假，你惯常的心灵被动者会尖叫，这是虚伪，这不是你。他低语道，你是愤怒的，你是懒惰的，你是懒惰的，你是焦虑的。他想让你相信你最坏的冲动才是你真实的身份，而试图变得更好是一种伪装。被动者宁愿选择他就习惯的舒适熟悉感，也不愿选择锻造新习惯的不熟悉的纪律。他混淆了你过去的行为与你现在的潜力，他希望你只是做你自己，这对他来说是成为每一种短暂情绪的奴隶的代码。但你不是你的冲动，你是观察他们的意识。这种练习不是关于假装直到你成功，它是关于仿佛那样行事，这是一种刻意的练习。想想一位音乐大师练习他的音阶，他不是假装自己是音乐家，他是在做使他成为音乐家的工作。他有意识地重复地练习正确的音符，直到他成为他的标准。同样的，你不是假装冷静，你是在练习冷静；你不是假装自律，你是在练习自律。这个晨间可视化是你的排练，你这一天的剧本。让我们用雕塑家的比喻，每天早上你醒来，面对一块粗糙无形的大理石，那块石头是即将到来的一天。被动者拿起锤子和凿子随机敲打，他被他的冲动所引导，一点愤怒在这里，一点拖延在那里。到一天结束时，他所有的只是一堆瓦砾和挫败感。他摧毁了石头的潜力，他没有创造任何东西，他只是做出了反应，留下一片灰尘和碎片的混乱。早晨的建筑师，现代斯多葛者是不同的，甚至在拿起工具之前，他停下来并可视化。他清晰地看到大理石内部的雕像，他看到了那件杰作，这件杰作就是你的理想自我，它是你那个冷静、公正、勇敢和智慧的版本。他确切地知道他试图创造什么，他不是对大理石做出反应，他是将他的意志和他的愿景强加于他。他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一次刻意的锤击，去除多余的无关紧要的部分，以揭示他早已在脑海中定义的形态。在这次校准中，你做这项工作要具体，你的理想自我是什么样的，他如何处理同事的打扰，耐心的、坚定的设定界限，他如何回应打翻果汁的孩子，不发怒，带着理解和教导，他如何面对那个他一直拖延的巨大任务。专注，接受不适，并从第一个小行动开始。你在行动中可视化品格，你在给自己一个行为的模板，一个标准，你将用它来衡量你所有的行动。这种练习是身份转变的引擎，你停止用你的感受来定义自己，我是一个焦虑的人，而是开始用你的价值观和你的实践来定义自己，我是一个练习冷静的人。你正在毫不夸张地重写你个性的源代码，你不再被你过去的自动反应所定义，
你被你在当下所做的有意图的选择所定义，你在积极的构建内在城堡的守护者的身份，一次一个美德的决定。这正是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在他的沉思录中所做的。那本书不是为我们写的，那是他私人的校准日记。那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每天早上提醒自己如何不成为一个暴君，如何保持耐心，如何保持公正，如何感恩，以及如何起床去做人性要求他做的工作。他在可视化他的理想品格，以便他能活出它。他每天都在雕刻他自己的灵魂。你从中获得的力量是目的的清晰性。你终于有了一个有效的内在罗盘。大多数人都迷失了，漂浮在矛盾情绪的海洋中，因为他们的行动是随机的。他们没有一个过滤他们决定的过滤器。从现在开始，你的过滤器是这个问题：我的理想自我现在会做什么？你不再问我感觉想做什么，而是问勇气会做什么，纪律会做什么。你的堡垒准备好了，你盘点了你的资源，感恩，你部署了你的哨兵，并演练了入侵预谋，你定义了你的主权领土二分法，而现在你有了将统治这个王国的国王的模板品格。理论已经完成，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但是一座堡壁垒和一个国王如果没有行动就毫无用处。还剩下最后一次校准，将所有这些势能转化为运动的一步，是时候取得你的第一场胜利了。你做了所有的工作，你已锚定感恩，准备就绪预谋，专注二分法，并且有一个你想成为的人的模板品格。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只是理论势能。这最后的校准是使一切变得真实的东西，这是对行动的承诺，你的第一场胜利。斯多葛主义不是一种纸上谈兵的哲学，它是一种战场的实践。如果你的早晨准备工作不能立即转化为行为，那它就是无用的。你现在必须选择一个小的、刻意的、有纪律的行动，并执行它。内心的冲突是拖延的奸诈声音。你的被动心灵喜欢准备的想法，他在计划变得有纪律时感觉良好，但他害怕执行的时刻，那个需要真正努力的摩擦点。他会说这太小了，不会有什么区别，或者我太忙了，没时间做这个，我需要先检查我的电子邮件。他会试图将你淹没在计划中，这样你就永远不必行动。他混淆了知道道路与行走在道路上。他想要美德的满足感，却不想付出纪律的代价。但是你所有校准的价值都是零，如果他们不能移动你的手。如果你花了30分钟为战斗做准备，却在第一声鼓响时逃跑，你就是一个懦夫。再想想心灵之舵，你研究了地图感恩，你预测了风暴预谋，你识别了你的船二分法，你可是画了目的港品格，但是船仍然停在水面上。这最后的校准是转动舵轮的行为。你必须施加力量，你必须将意图转化为运动。这个行动不需要是巨大的，事实上它最好是小的、立即的和不可协商的。整理你的床不是随随便便，而是以军事般的精确。做5分钟的专注呼吸，而不是仅仅想一想。做10个俯卧撑，写下你一直害怕的那份报告的第一句话。在喝咖啡前喝满1杯水，这是一个身体的行为，一个标志着从准备过渡到执行的仪式。这是你向自己证明你信守诺言的第一个证据。在堡垒的比喻中，这是升起旗帜的行为。你的堡垒已经准备就绪，你的守卫已经就位预谋，你的国王在王座上品格。这第一个有纪律的行动就是你作为那座堡垒的指挥官登上最高的城墙，在你所有懒惰冲动和恐惧面前升起你的旗帜。这是对你自己大脑的一个身体上的不妥协的声明。他说，这个王国现在由新政府管理，纪律在这里统治。这一天在我的掌控下开始了。不要低估你将感受到的阻力，那种想要跳过这一步冲向你熟悉的手机混乱通知电子邮件的渴望，那是你旧身份的声音，被动者的声音。他讨厌纪律，因为纪律会杀死他。他希望你回到他的世界，在那里他可以成为环境的受害者，在那里没有任何事情是他的错。
在那里，它只是一个对一切做出反应的弹球。现在用这第一个行动击败那个声音，是你一天中最重要的胜利。在执行这个行动时，你不仅是在整理床铺，你是在锻造一个新的神经链条。你在一个细胞层面上教导你的身体，当你的心灵下达命令时，身体就会服从。你在闭合意图和行动之间的循环，每一次你这样做，你都在削弱拖延的力量，并增强自律的肌肉。你在向自己证明，你不是你感受的奴隶，你是你行动的主人。你成为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个物体。你完成了这个仪式，你不再是今天早上醒来时那个被恐慌和被动拖拽的人，那是被动者，而你现在是建筑师。你穿过了焦虑的迷雾，一步一步地校准了你的心灵。你将你的感知锚定在感恩上，准备了你的防御以对抗混乱，划定了你力量的边界，定义了将指导你行动的品格，并通过你的第一场胜利封印了你的承诺。这个视频不是你观看的东西，它是你执行的一次训练。你现在感受到的力量，那种专注的平静和目的的清晰性，不是一种短暂的感觉，它是你的天生力量被重新夺回。现在你必须巩固这个承诺，这不是一个建议，这是你的下一个纪律行动。如果这条信息引起了共鸣，如果你感到你的姿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去尊重它。点赞不是为了我们，它是你对这个新身份的批准印章。分享这个视频不是关于数字，这是你的责任，将这种力量传递给另一个仍然迷失在迷雾中的人。而你的评论是你的公开声明，去评论区写下2件事。首先，声明你的新现实，我的城堡准备好了。其次，展示你的承诺并加入建筑师社区，声明我坚持到了最后。这是视频的结尾，但这是你一天的真正开始。仪式已经完成，旗帜已经升起。如果你对这场旅程是认真的，如果你准备好停止成为你自己生活的被动旁观者，而成为你现实的主建造者，那么你的下一个行动是明确的。订阅这个频道，这不是一个订阅，这是你的入伍通知，这是你对内部革命的日常承诺，一个提醒。你是你堡垒的守护者，这一天在你面前，你准备好了，去吧，统治它。